2005年，加州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一个穿着再普通不过的牛仔裤和黑色高领衫的男人走上了讲台。他没有毕业于这所顶尖学府，甚至他连大学都没毕业，但台下数万名天之骄子却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接着这位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失败者。他就是史蒂夫·乔布斯。那一天，他没有谈论如何打造一家万亿市值的公司，没有分享任何商业秘诀，他只讲了3个关于他自己的、关于失败的故事，关于辍学，关于被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开除，以及关于死亡。当谈到死亡时，这个改变了世界的男人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罕见的近乎温柔的平静。他说，死亡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他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他告诉那些即将踏入广阔世界的年轻人，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演讲的最后，他用一本70年代杂志的停刊词作为给所有人的临别赠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很多人将这句话理解为一种进取精神，但今天，我想带你看到更深的一层。这句话的背后，藏着一个关于如何活的终极密码，一个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漫长且注定充满遗憾的人生的操作系统。这个系统由2个看似完全矛盾的核心模块组成，一个是玩家的姿态，另一个是看客的心。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是玩家的战斗檄文，它要求我们像一个初入牌局的新手，对世界充满好奇，对规则充满藐视，敢于下注，敢于梭哈，敢于输掉一切，只为体验那心跳加速的瞬间。而那个平静地谈论死亡，将它视为生命最好的发明的乔布斯，则展现了看客的终极智慧。他像一个早已看尽赌场风云的老手，坐在贵宾席上，微笑着看着牌桌上的一切。他知道，无论这一局的输赢有多大，筹码有多少，天亮之后，赌场都会散场，所有人都将空手离去。人这一生，最高级的活法，莫过于此，用玩家的姿态，去轰轰烈烈地入戏，然后用看客的心，去不动声色地审视这场戏。前者决定了你生命体验的浓度，后者决定了你面对终局的气度。看客的心在命运的孤舟上拥有整片星空。让我们先来谈谈看客的心。拥有一颗看客的心，不是让你变得消极、遁世、躺平，恰恰相反，它是在你被命运的巨浪打翻在地，在你被世界的喧嚣吵得头昏脑胀时，为你提供一个可以抽离的上帝视角，一个让你获得内心平静的安全屋。要理解这种心态，没有比读懂苏轼更好的方式了。公元1082年秋天，一个叫苏轼的中年男人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就在不久前，他还是大宋朝堂上最耀眼的明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是文坛的领袖。而现在，他是一个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阶下囚，一个被政敌贬到鸟不拉屎的黄州（今湖北黄冈）的罪人。他失去了地位、朋友、收入，甚至失去了写作的自由。他只能带着一家老小，在城东一块废弃的坡地上，自己开荒种地，养活自己。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东坡居士。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苏轼和朋友驾着一叶扁舟，在赤壁之下的长江上夜游。江风清凉，水波不兴，他们举杯饮酒，
扣弦而歌。朋友吹起了洞箫，那箫声如泣如诉，充满了哀怨。苏轼问他为何如此悲伤，朋友指着滔滔江水，说出了千百年来无数人面对天地时都会发出的终极哀叹。他说，你看着长江无穷无尽，而我们的人生渺小的如浮游，短暂的如沧海一粟。我羡慕长江的永恒，哀叹我们生命的须臾。这是每一个玩家在游戏中受挫时最本能的反应，沉浸在自己的得失成败里，用个体的渺小去对抗宇宙的浩瀚，最终只剩下无尽的失落与虚无。如果苏轼也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他只是一个失意的文人，历史上会少一个伟大的灵魂。但就在那一刻，苏轼的看客模式启动了。他没有安慰朋友，而是把视角从江上的这艘孤舟瞬间拉升到了整个宇宙的高度。他对朋友说，你只看到了不变，却没看到变化。江水虽然奔流不息，但它又何曾真正流走？月亮虽然有盈有亏，但它又何曾真的增减？然后他说出了那句足以照亮千古的旷世名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增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万物没有一刻不在变化，而从不变的角度看，万物与我们自己都是永恒无穷的。在说出这句话的瞬间，苏轼完成了一次神级的抽离。他不再是那个被贬的、失意的、穷困潦倒的苏东坡，他变成了一个看客，一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漫游者。他告诉朋友，也告诉后世所有失意的人，我们无法拥有江水，但我们可以拥有江上的清风；我们无法拥有明月，但我们可以拥有洒满船舱的月光。这些是大自然无尽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看，这就是看客的心，它让你在失去一切的时候，发现你其实还拥有所有。它让你明白，你所执着的是非成败，你所纠结的爱恨情仇，在宇宙的尺度下，不过是转头空，而真正永恒的，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不是那朵浪花，你是看浪花的那片青山。拥有了这颗心，你才能在最喧嚣的尘世里找到内心的宁静，你才能在面对命运的无常时笑呵呵地说一句，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接着玩。古罗马最贤明的君主马可·奥勒留，白天他是统帅千军万马治理庞大帝国的皇帝，夜晚他在战地帐篷的烛光下写下沉思录，不断地提醒自己，你所见的都将迅速消逝，而那些见证他们消逝的人，自己也终将消逝。记住，你只是宇宙戏剧里的一个小演员，分配给你的角色，或长或短，演好就行。这颗看客的心，是人生这趟艰苦旅程中最强大的定心丸。它不能帮你赢得游戏，但它能保证你永远不会因为输掉游戏而输掉你自己。玩家的姿态像个疯子一样去热爱你的游戏。如果说看客的心是刹车，是方向盘，保证我们不在人生的赛道上失控翻车，那么玩家的姿态就是油门，就是引擎。它决定了我们这趟旅程能有多快意，多精彩，多酣畅淋漓。什么是玩家的姿态？就是明知这是一场梦，也要把这场梦做得繁花似锦；就是明知这是一盘棋，也要把这盘棋下得荡气回肠；就是明知这是一出戏，也要把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在被问及人生意义时，只说了8个字：大闹一场，悄然离去。悄然离去，是看客的超脱，而大闹一场，就是玩家的宣言。大闹一场，不是让你去破坏、去喧哗，而是让你用尽你全部的生命力，去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江湖，一个让你沉醉其中、乐此不疲的游戏。对于金庸，这个江湖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于乔布斯，这个江湖是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这个江湖可能是一间小小的书店，一个温馨的家庭，一项痴迷的爱好，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我认识一个男人，老陈，他在一家国企里干了20年，职位不高不低，生活不咸不淡，所有人都觉得他这辈子就这样了。45岁那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辞职去开一家书店。在今天这个时代，开书店，尤其是开一家纯粹的独立书店，几乎是自杀的同义词。亲戚朋友都劝他，你疯了吗？放着安稳的铁饭碗不要，去干一件注定赔钱的事。老陈只是笑笑，说我这半辈子都在为别人活，为单位活，为家庭活，剩下的半辈子，我想为自己活一次。他的书店开在一个很偏僻的巷子里，店很小，装修很简单，甚至连咖啡机都没有。他只卖自己喜欢看的那些关于历史、哲学和诗歌的书。果然，书店没什么生意，常常一整个下午都只有老陈一个人坐在门口的藤椅上，喝着茶，看自己的书。有朋友去看他，替他发愁，说你看，我就说吧，根本没人看书，你这样下去连房租都付不起。老陈抬起头，扶了扶老花镜，指着满屋子的书，眼睛里闪着光，说谁说没人看？这些书他们都在看着我，我每天跟这些历史上最有趣的灵魂待在一起，怎么会寂寞？至于房租，赔完了积蓄，我就关门回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朋友哑口无言。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玩家的姿态。老陈他不知道开书店会赔钱吗？他当然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是在逆流而行吗？他当然知道。但玩家在乎的从来不是输赢，而是好不好玩。在他看来，每天守着这些有趣的灵魂，比在办公室里写那些无趣的报告要好玩10000倍。他用自己后半生的安稳下了一场注，赌的就是这份好玩。哲学家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老陈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起舞，他的舞姿或许笨拙，或许不合节拍，或许没有一个观众，但他在跳，他在用行动宣告，这是我的游戏，我爱这个游戏，这就够了。玩家的姿态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浪漫主义，他要求你在每一次心动的时候都选择跟从，而不是权衡，在每一次机会面前都选择参与，而不是观望。他让你像个孩子一样去热爱，去受伤，去痛哭，去大笑，因为你知道，游戏体验远比游戏积分重要的多。做自己人生的导演，既入戏也导戏。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看似矛盾的玩家姿态与看客之心？答案是，他们从来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正是因为拥有了看客的心，
知道了我们终将悄然离去，知道了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们才获得了大闹一场的终极勇气。一个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输光所有筹码的赌徒，才最敢下注，因为他追求的早已不是赢，而是玩得尽兴。一个知道自己只是舞台上一名终将谢幕的演员，才最敢于投入，因为他追求的早已不是观众的掌声，而是角色本身的悲欢。所以，当你在为工作焦虑、为金钱烦恼、为健康担忧时，不妨试试启动这个人生操作系统。第一步，切换到看客模式，告诉自己100年之后，这一切还重要吗？我所执着的这一切，不过是宇宙间的一粒微尘，我的烦恼，我的成就，都将烟消云散。想到这里，你的心会瞬间平静下来。第二步，带着这份平静，切换到玩家模式，问自己，既然终将一无所有，那我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最想体验什么？什么事能让我感到好玩？什么人能让我感到热爱？然后，放下恐惧，放下权衡，像个疯子一样，去做那件让你心动的事，去爱你爱的人，去攀你想攀的山，去读你爱读的书，去开那家不赚钱的书店。我们这一生，大部分的痛苦都源于错位，要么是只有玩家的狂热，却没有看客的智慧，于是在得失之间把自己活活耗尽；要么是只有看客的疏离，却没有玩家的勇气，于是站在岸边看了一辈子潮起潮落，却从未感受过海水的温度。最高级的活法是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作为导演，你要为你的主角，你自己编写最精彩的剧本，让他去爱，去恨，去体验，去大闹一场。你要与他同悲同喜，感受他每一次心跳，这是入戏。同时，你也要时刻记得，你坐在监视器的后面，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戏，你知道灯光何时会亮，何时会暗。你能在主角最痛苦的时候喊一声卡，然后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演得不错，但别太当真，这是导戏。愿你既能深情地入戏，也能清醒地导戏。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此时此刻，你的人生是更需要一颗看客的心来获得平静，还是更需要一种玩家的姿态来点燃激情？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让我们看看，在这场盛大的游戏中，我们都走到了哪一步。